大家抱歉，这一点我觉得一定是选 Android 了。OK， 好，那今天这一期就是要来讲心目中完美的手机，然后在今年2020年，那有个观众问到我一个类似的问题，让我想了很久。我本来想说，从一个如果没有任何想象限制，可以把任何目前没有的科技都放进去，但后来想到这样有点不切实际啊，太天马行空啊，所以我后来想一想之后，我觉得还是从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然后以当今现在在市面上有的一些手机啊、功能啊，还有配备，来组合起来，看看我心目中最完美的手机应该是什么样子。好，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记得帮忙按赞、订阅还有分享。那希望大家在看完以后也可以留言一下，你心目中以目前的科技而言，完美的手机应该是什么样子。第一，我们就先来讲作业系统。那市面上当然有最大的两大阵营，就是 iOS 还有 Android， 各有各的支持者，那各有各的优缺点。当然 iOS比较封闭，那制定的自由度当然也比较低，但相对的就是整体的安全性也比较高一点。那在生态链里面的整合性也是非常完整，比如说像我的名字叫苹果爹嘛，那当然我很多的产品都是苹果的，我用 Mac， 我有 Apple TV、iPhone、AirPods， 反正我身边可以买到苹果的科技产品，大部分都是苹果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的话 ，iOS 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然后整合度比较高，生态链里面要使用的话也非常方便。OK，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 Android 就比较开放，那各家厂牌都能在自己的界面上做调整。那如果这两个厂一定要选一个的话，其实废话当然是 iOS， 那这个当然跟我自己的习惯之外呢，跟我日常生活的装置整合度也高，这一点非常难被取代。那 Android 会考虑的话，我可能就是一定会是用原生的 Android 系统，那像是 Google Pixel 这一类的手机我才会可以接受。好，那第二我们就来讲外形。那说实在，现在手上用的 iPhone 11 Pro Max 的外形我是还可以接受，我觉得还不错啊。设计上整体的工业设计上，我也是觉得有到那个水准。那虽然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现在今年要出的 iPhone 12，我们都知道它的新的设计会回到先前 iPhone 4跟 iPhone 5那种经典啊，那种平板边框的设计，所以我就把那个列为我最喜欢的外形。那我最近有去看到 Samsung 的 Galaxy Note 20 Ultra， 这名字实在是有够难讲。那我觉得它在一眼看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整体外形上算是还不错。可是当我真的拿起来的时候，我会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按钮的触感啊，还有它下面一些开孔的位置啊。那些小细节在我看起来我会觉得不太合格，把它们刷掉，所以我还是会偏向 iPhone 11或 iPhone 12的造型。好，那第三我们来讲萤幕。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萤幕表现啦，当然主要制造商就是三星还有 LG 嘛。那问题虽然说这些制造商都差不多，可是其实每一场他们角色的方式不太一样。那目前在 iPhone 上面的色彩是我最喜欢的。那至于要不要有更高刷新率的萤幕，如果你们不知道更高刷新率是什么，就是说现在的 iPhone 它的刷新率是每秒有60次，那更高一点就像现在有一些 Android 的电话或是 iPad Pro 上面每一秒可以刷新到120次。OK， 那更高的刷新率在一般的使用感上面，可能手去滑动萤幕啊，或是如果你有玩电动的话，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体验。那我个人没有玩电动，我比较注意它的色彩。那色彩的话，其实现在这个状况就 OK， 所以大概60到120赫兹之间我都可以接受。好，第四就是解锁的方式。那我是 iPhone 使用者，当然就是主流，我现在用的就是 Face ID， 用脸部扫描解锁。那先前也还有 Touch ID 的部分，现在在新的 iPhone 上都是没有，除了新的那款 SE 之外。个人觉得其实 Face ID 安全性当然是比较高。那 Touch ID 在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常常需要戴口罩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多一层方便。那要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我个人觉得应该就是两者共有会是最好的状况。那可能你平常在要解开手机要进到主萤幕的时候是用 Touch ID， 那它同时间也可以扫描你的脸部。如果你现在在当下你没有戴口罩的时候，那它也会在你不知道状况下也去扫描你的脸部。那这种时候你一开启手机的时候就什么功能都能使用。那我觉得它可以把 Face ID 需要解锁的部分把它限制在一些比较高隐私性的部分，那像是你的相簿啊、隐私相簿啊，或是一些银行金融的部分。那如果你在解锁的时候是戴着口罩，你一般其他的东西可以用，但是当你要进入比较多隐私性的功能的时候，它会在开启 Face ID 再扫描你的脸。这个是在你有戴口罩的情况下。那如果你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在你指纹解锁的时候，我觉得
得它就可以同时把2个功能都解放开来，我觉得这样就好。第5，我们就讲充电的方式还有速率。应该没有人会希望充电速率越慢越好啦，当然是越快越好。可是当然我们知道充电速度快对电池的耗损性就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就是要让使用者可以自行调整，就是说，比如它最高可以支援到100瓦的快充，那可能你手机0到100% 就可能充个几分钟啊，10分钟、20分钟就好。那我觉得在紧急的时候，应该很多人会希望有这个功能。那平常如果就是一般坐在办公室睡前什么时候你不希望它那么快就充好，因为不希望它伤害到电池的话，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调整为一般比较慢速5瓦或10瓦的充电，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方式。充电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无线充电当然是多一层方便啦，你不用去找线插上去，功率上我觉得也是一样。那现在我们有预期新的 AirPower 会出来，那我觉得无线充电只讲无线充电的话，我觉得我需要再结合多一点功能在里面啊。比如说生态链里面其他的产品可以远端控制啊，这一些有的没的，那我希望可以搭配 AirPower 就能有这些功能，这样我觉得无线充电的意义会比较大一点，就不是单纯只是多一个方便。好，再来我们讲电池续航力，目前的我使用的11 Pro Max 的续航力我是非常的满意，我目前还没有碰到不够用的状况啦。那理想上当然是越久越好，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些 Android 的手机也是非常大的电池，可是同时我们也要考量到越大的电池越大的体积，那它相对就是重量啊、体积啊，还有整体手感的就很难去达到平衡。所以以现有的科技，我觉得整个比例下来，我觉得11 Pro Max 整体重量，然后电池续航力这个体积是我很可以接受了，所以就不用再更多，这样就 OK 了。第7相机，这个应该是我个人最在意的部分，我不知道你们。那我们先来讲到后镜头的部分，先讲主镜头好了，这边大家抱歉一下齁，这一点我就一定是要选 Android 啦。其实也不完全，应该说我会把它分成两边的优点都把它结合起来。主镜头的话，我目前看到最喜欢的应该就是 Google Pixel 系列的镜头。那这边细讲的话，就是 Google Pixel 3还有 Pixel 4镜头成像我都非常喜欢。那整体而言，在 HDR 的处理很好，然后单颗镜头的情况下也能有很好的人像表现，就是说它不像 iPhone， 很多时候你要拍人像的时候，你需要依赖有第2颗镜头。那在你不需要第2颗镜头，像是 iPhone XR 上面的话，拍人像的时候就一定要有一个人的脸，不然它拍不出来。那 Google Pixel 的单颗人像镜头并不需要，它可以直接拍人像，至少在 Pixel 3上面，然后动物啊或其他物品它都一样可以侦测到。这部分 Pixel 3跟 4A 都是用单颗镜头就能做到的。在有一些白平衡啊还有色调上面，我还是比较偏好 iPhone 的处理。 OK， 那夜拍模式上面的话，我也是比较喜欢 iPhone 所呈现出来的色调，还有界面啊整体的操作的流畅度，我觉得也是 iPhone 胜利啊。影片上的话也更不用说了， iPhone 在影片拍摄上，我觉得不管是整体的流畅，还有它整个拍摄出来的质感还是最好的。那至于望远镜头的话，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因为我没有非常常用到。那我个人觉得如果可以支援到5倍的变焦的话会更好用。那当然也是必须要真正的光学变焦，不是说你去放大萤幕那种数位变焦的方式。 OK， 那市场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有内变焦的这些手机上，我觉得成效都还没有非常满意啊，所以双倍目前为止这样就够了。 OK， 那至于超广角的话，这边也要抱歉啦，因为我觉得我实在不喜欢 iPhone 11的超广角表现。这边我在先前评测的时候我有骂过，光线好的时候成像很不错，拍摄影片啊还有数位防手震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但是只要一到光源差一点的时候，这边也讲的不是在暗的地方或是晚上，就只要到一般的室内来讲，它的超广角的画素整个呈现出来就非常的惨。那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像是华为还有三星的表现都比较好一点，所以在超广角的部分我可能会想搭配那2家的镜头。那再来我们讲前置镜头， iPhone 的前置镜头表现算不错啦，那真的要选的话，我还是会希望像是 Google Pixel 3先前的前置镜头，因为它也是一个算是超广角的前置镜头，然后配上今年的 Google Pixel 4的前置镜头也有夜拍的模式，这一点就是 Google Pixel 它的相机的强项。然后人像模式的表现我觉得也是比 iPhone 还要自然还要好，所以在前置镜头的部分我也会选 Google Pixel 的。 OK， 好，那现在就想问问你们，以上我讲的这些东西当然都是比较我
个人的主观啦，但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这样啦，每个人就是提出他自己喜欢的一些功能的组合啊、硬体的设计之类的。然后想听听看，就大家如果在你们的心中，你们觉得以目前科技上看起来，怎样的手机是你会觉得最完美的？那当然也不用照我的排列顺序，因为我就相信就是我可能漏掉不少你们在意的功能啊，所以就大家留言一起讨论一下咯。然后今天这一集我也会放在我新开的 podcast， 那个 podcast 可能就会讲到一些比较多其他的议题。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想要问我，那我在这边如果不太适合回答，或是可能不太跟科技相关的，我可能也会在我的 podcast 进行回答。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喜欢的话记得帮忙按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